你沒有進步，一定是你沒用藥。Nice， 別，有一只第一個 S 跟 M 之類的哦。那這樣子 M 可能都可以練重。對，我們都是 M 嗎？超 M， 你很 M， 可以打我。不是，來，你上去，我來。嗨，大家好，我是热狗王，我是大 H。今天我們邀請到大 H 來跟我們一起做訓練。那接下來我們會有一系列的跟不同的健美運動員或不同運動員訓練的這個節目，知識分享，对，知識分享，技巧分享，对，沒錯。因為接下來希望把這些東西可以就是幻化成一些小經驗、小知識分享給大家。對，其實我覺得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是這樣子。就我們希望從我們自身或是身邊的夥伴，然後去分享我們得到的觀念。畢竟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在鑽研這個項目，那也有其他運動員是鑽研其他項目，对，可以把它統整分享給大家。对，分享給大家。因為其實最早我們開始就是也是拍訓練影片嘛，就介紹說我自己怎麼練或幹嘛的。對，那但現在我們要多一點的是去跟不一樣的運動員去做接觸，然後去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練，去解剖。對，去告訴大家。那我知道了，你今天來找我是因為我是三鐵選手，對不對？那你現在我們今天等一下要去跑步，我們要去騎車，要去游泳。我要拒絕。我上禮拜去參加一個那個 Red Bull 的那個活動啊，光那個踩那個腳踏車我就不行了。真的，我告訴你。因為我們雖然都有在運動，但運動真的是分不同的項目、不同的強度，对，完全不同。你平常習慣的運動項目，你就只會在這邊強。沒錯。換一下，對其他人可能看似輕鬆。我去跑步，開始跑步的那種50、60歲的阿公，那個穿拖鞋都跑得比我快。對，他是屌練你知道嗎？我現在在這邊，我覺得我健身房我最厲害，我除了這健身房，所以大家都不要自滿，對，因為我們都是活在我們自己項目跟我們自己在做事情上面，活在自己的世界，隔行如隔山，對不對？好，那今天我們就會從練背開始，因為我覺得大 H 的背應該有很多最爛的，也不是說最爛，其實我以前也是背超級爛的，對。然後我們在這幾年的比賽當中，你會看到明顯的我們的背部都有所提升嘛，對，所以一定有很多心得是可以分享給大家。好，對，我們接下來就來做訓練 ，Go！ 我們今天動作分享是這樣，我一個他一個，我一個他一個，對，做累了就可以結束了，就回家了。所以有可能做到他第二個動作做完，我们已經覺得累了，就可以回家了。這麼快的嗎？我這邊又想要講一下，因為其實我跟熱狗，我們上個禮拜原本就要約練，對啊，就是我們就要拍這部影片，結果我就遇到一個嚴重的事情，就是我突然腸胃炎，哇，我直接拉了3天，拉掉4公斤。半夜脫水，有一天半夜拉了9次，我靠！對，但我那時候是拉第一天後，其實我隔天就好很多。是哦，我就吃了1天吐司之外，我想說 OK 了，那可以吃點粥，結果就去吃虱目魚粥，結果半夜又拉了10幾次，反正前後掉了4公斤。可是讓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我因為拉了3天，我多休息3天，結果我回去訓練，變好了。變好了，但你是練什麼？你是練三鐵還是練？不是，三鐵沒有練，就是我主軸還是健美啊。對，而且我通常課表我們到後期，因為我們會衝量嘛，對，到課表後期我們訓練量比較大，強度會比較高，所以到後面我想，如果休3天又拉成這樣，又掉4公斤，我應該訓練量就是重量跟次數應該會掉。對，結果因為沒有，反而多一下。所以我就反思，像我們這種已經練了十幾年的人，我們雖然現在也都知道休息很重要，對，可是整個訓練的過程當中，我們慢慢的進步過程當中，有時候你身體的疲勞你不會發現。對，你其實有時候我也是這個感覺是，其實有時候你需要更多的休息。对，所以到現在這個境界啊，像我現在已經是練2天休1天了。哦，哇，就固定練2天休1天了。我覺得這個情況下我身體比較不會發炎，然後可以好好的去做睡眠，然後去做恢復，是對，因為如果強度不夠的人，可能這樣總訓量可能沒到，但是你的話一定是因為你強度跟量夠了，對，所以你需要更多的休息來輔助。对，因為原本一定是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練不夠，但後來會覺得是休息不夠，所以我一樣啊，我一樣很刻苦，就是練一樣量或幹嘛，我就是一樣把它練爆。對，可是我增加我的休息頻率，是，會發現確實改善很多，不管是身體的壓力。我下一次在訓練的那個訓練強度，好像都比較有辦法再提升起來。對，而且像之前呢，我們練這麼久10幾年嘛，
通常會讓我們減量跟休息，就是受傷。對，我自己每次都是不舒服才知道停，但現在真的是你要在受傷之前，你就要先預防這件事情。我現在不是為了受傷之前的，我已经是因為我想要進步，对，所以我必須安排自己真的修得夠。我怕自己，我現在反而怕自己修不夠。是。因為我們到後面不是練越多越好，對，我們已經夠多了，反而是休息要夠。对，所以那个对那個身體那個掌握就要很敏感。對，所以講那麼多，我只要跟你講，我現在還在減量週，所以等下不要太辛苦，輕鬆的練。因為等下第一個動作，我自己個人就是練背的話，我自己會做引體向上。那我會做輔助的。對，因為我是我會從輕的開始做到我大概10到12下的強度啦。閉鎖鏈的動作可以讓我好活動我的各個關節，是那小肌肉，它也算訓練，也算熱身。对，所以我在接下來那幾個動作中，我就可以好好的去做訓練，很完整的去讓肌肉有收縮。所以強度會設在12下左右，力竭。我大概是10下左右，8到10下，然後會做到力竭，還是做到力竭？我做到力竭，但我是不會借力。所以你前面會。從第一組開始就是10下力竭嘛？會，我第一組開始，我會從輕的開始熱身。輕的熱身。對，所以我的動作其實我現在訓練組數就是2組，正式組2組，但暖身組很多組。對，我暖身組可能兩三組到我要的那個強度之後，直接上去。對，然後2組好就結束了。所以，對，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OK， 好，來一拜，減50公斤，減50，這台器材比較特別，健身房所有的器材加重量都是加強度。這一台因為它是用重量來輔助你，所以它是唯一一個加重量，它是減強度。這真的很好用，而且你不要想說引體向上就不要輔助或幹嘛，其實很多人都單純只是用手臂在拉而已。沒有，你這樣講，你要講的一個更正確，就是因為他體重100多公斤，不輔助他就是要拉100多公斤，所以很多人的引體向上自體重其實不重，但是因為他的自體重已經超負荷了。但很多人也不行啊，很多人其實也不行，但他就會覺得，因為大家在做，他單純如果只拉起來，他拉了起來，但你從背面看，他的身體的關節是沒有做滑動的，是，所以他沒有使用到肌肉。其實大多數練背的人都是這樣子，力線不對啦，對，可能會落在手上比較。對，沒錯。來背，哦，你是做反手？對我的，所以暖身你就不會抓力竭，然後一樣抓10下。對，保留次數這樣大概算多少？就是如果以距離力竭的距離剩幾下？大概可能會剩個3、4下吧。感覺到有點吃力就停了。對。Nice。呀，你體重快我2倍啊！哇，他直接少那麼多哎。我很輕啊，而且我還少了4公斤還沒回來。你現在多少？沒有了，我現在回來了3公斤，75。75，我多少？107、108，多少30幾公斤。Nice。10，舒服。這是你的熱身嗎？熱身。你是每一次都減一點，就是再加一點強度，再加一點強度，對，有點像金字塔，但是都不做到力竭。沒錯，但也不會說，因為我大概會做到大概離力竭前大概3到5下最高量。對，3到5下這樣。其實如果是3到5下，我覺得那算是真的是接近暖身了，所以這蠻好，就是讓你的動作神經先被叫起來。對，而且你在輕的時候就要能掌握說，你在做輕的動作的時候，你能拉繩那個感覺到底好不好？因為等一下一樣上到重量的時候，你一樣要保持一樣的感覺。所以你的重就是完全不差而已嘛，不會負重，會負重嗎？我現在如果沒負重的話，我覺得身體還是會稍微帶一點，不是不行，但還是會帶一點。所以你正式組也會有輔助？對，我正式組大概就21、18差不多吧。OK， 但我也還是偶爾會做一下自重。對，但我會知道說自重自己在拉的時候，會覺得活動的那個行程就沒那麼完整。而且其實這個器材好處是，它腳這樣踩着，你身體不會晃動。對，身體不會晃動，都是這樣。肢體的時候，你身體一直會晃。哇，沒有辦法持續性的收縮。是。那休息嘞，會做到多久？休息我就是大概1、2分鐘。其實我都這樣，我1、2分鐘，我已經不 care 那個充血是不是要繼續。因為我很 care 的是，我到底進入下一組的時候，我能不能整個有沒有完整休息恢復完，然後我的訓練強度、收縮感覺、質量能不能做得跟原本一樣好？可是1、2分鐘其實是偏
算短的，其實還是偏健美式，那代謝壓力還是蠻高的。對，但是如果說是更像這個的話，就比較沒那麼累。那有很多動作，像練腿那种，或者練其他東西，可能5分鐘以上。我覺得你先躺在地上，先睡一下再說。它比較偏神經型的訓練。对，你要讓它完整恢复。血管。毛毛蟲。带住，舒服，舒服，舒服。舒舒服服，你就再减，对不对？对，应该可以。这样算正式嗎？也還沒有。现在就是我正式組了。這個動作的話，我自己個人第一個動作我會做3組，後面的動作就是2組。而且我2組也比較特別。你說是暖身組會做3組，然後其他的不一定哦。但我可能會一直熱到，就是我第一個動作會3組，就是正式組會3組。哇，正式組會3組。對，然後強度大概8到10下這樣子。那我開始等一下的訓練動作，我可能自己會，比如說我可以從熱身到我強度大概在，比如說8下，力竭的重量。那這個是我的第1組嘛，然後第2組我就會降，降輕一點，那一樣做，還做更多次數，降輕一點，大概我可能會降一些重量，那它的力竭次數可能在10下、12下左右，就這樣第2組，然後就結束了。所以你在一次的動作裡，你就會安排不一樣的次數目標，強度目標就不同。對，那一定是到我設到最高強度就是那個可能是8下，6到8下的強度，一組，然後再會接一組，然後就結束。對，但是這個情況下，覺得以前都是這麼多的動作，我們從訓練5組開始，然後一次訓練都30-40組。對，現在變成2組的情況下，你到底要怎麼很扎實的把它真的練到力竭，就很重要。是。所以強度跟品質，我覺得也是訓練很重要的事情。強度不是越強越好，而是在對的時候把強度設定好。对啊，像我自己是習慣直接把不同強度直接分週期來安排，直接拆開來做不同的階段性目標來安排。你這個做法比較像是你幾乎涵蓋了肌肥大的次數在你一次的訓練裡面。對，因為我不喜歡就有分時期，我希望我就是一直往前走就好了。我懂。对，就算慢也沒關係，但我覺得永遠都是肌肥大。對，但我不想要我一下這個一下那個，然後換來換去，我覺得很麻煩。所以變成是你的編排會變成是動作的調整就會很重要，因為你強度可能都是落在這個區間，但是你是去從動作來調整，跟品質去調整。對，這也是一種方法。其實任何方法都可以，重點是你要怎麼讓你的身體持續接受到它可以變強的刺激。對，而且你其實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印證這些東西。對，也去習慣這些東西。對，所以你要正式組了，我要正式組了。Yeah， 哇下，完全力竭，怎麼可以有沒有完全力竭？就是最後，也是一部分，但最後我們有一個技巧叫半程力竭，就你真的沒有辦法做到完整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用半程來繼續完成，對，延長張力時間。這個情況下，其實很多人會，你明明是越來越沒力嘛，所以你應該是動程越來越做不了，對，但大家都會因為想要完成這個動作。他用代償的方式所以最難的東西就是你要從一而終，就是你一開始怎麼收縮，你到最後都要那樣子，那這是比較難的。古人覺得我應該要正式組一波，他說太輕了，那你現在插那裡就拿掉就好了。我比較輕，沒有拿掉會甩啊，不要讓它甩，讓它一樣要插進去，真的跟沒有一樣。對啊，這有跟沒有一樣。我覺得它的功能真的是，可以穩定我們的力線。對，所以那個。下面那個踩的這很重要，輔助式 ，nice， 好嗎？Nice，Yep， 舒服。我以前在訓練啊，你會發現我一直很緊張，然後一直很吵，然後一直那個。很緊張什麼？就整個會很熱血，很緊張，會很趕，然後很賣力的做。到後來發現，這樣子其實很有壞處。
要把這個熱血放在心裡，而是因為你有點是不能那麼焦躁。是。对，因為你的訓練的動作啊，這些品質全部要顧好。是，當你很熱血，什麼都不管的時候，你想硬幹的時候，不能盲目亂尬。對，你就沒有辦法做好那些東西。確實，如果到後面，你現在應該也是，到後面其實到現在，訓練已經是一件很平靜的事情。對我來講，我看的是我每次的表現的進步，對，而不是每次的當下一直亂衝。對，就反而是我不會看那次的狀態，是看你整個趨勢有沒有往上。對，如果有的話，我知道我在走對的路。沒錯沒錯。我來健身房就是做好我的功課，穩穩的休息就好好休息，真的在衝的時候專心衝。对，沒錯。以前就是這樣，去健身房，我訓練了，還有那全場要看我呢，然後開始亂幹一通，我不知道要幹嘛，亂幹一通，怪怪的哦，去健身房亂使用器材的感覺，然後动作品質沒有做，然後幹嘛？當然還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很賣力的關係，你有所進步。是，但後來發現越到後面越不行的。你講到一個重點的，因為在我們是小白，或是我們在一個長期沒有換課表的情況下，你其實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你都可以進步。對，沒錯。你有時候你會認為是因為你那樣子亂衝，所以你得到進步。對，但我們都有一個概念，就是因為我是這樣子來，其實我變成職業選手之前，我一直都覺得這個訓練方法讓我變成職業選手，我不能捨棄這種訓練方式。沒錯。對，然後我就會一直堅持堅守的。那是剛好我們那個時候更拼命了，但其實真正取得進步的，並不一定是這樣子盲目的亂幹，而是那個時候的可能動作角度，對，或是剛好滿足我們那時候身體需要的刺激，沒錯而已。後來花了很多時間去沉澱自己，經歷了很多事之後，我就發現，如果當時我們有放下自己对這個東西的那個成見的話，去好好做學習，其實很快就進步了。但還好啦，我覺得其實像剛剛這樣講，那也沒有壞處。最大的壞處大概就是受傷啊！如果沒有造成一些永久性的傷害，我覺得過去我們走過的路都很好，因為我們走過了，對，所以我們知道哪些不用再走啊！对，不然的話，可能現在我會覺得我沒有進步，一定是我沒有亂尬。但是你知道，其實我以前亂尬，那它的好處是什麼？我們大概知道，所以我們取得每個階段的好處才是重點。你沒有進步，一定是你沒用藥。大家都馬會這樣說，對不對？但事實上不是啊。對啊，藥物它只是輔助，真正的觀念跟重點，其實我們都知道，都是基礎，最基礎的東西。沒錯，吃睡練。好了，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了，所以你在提醒我什麼，對不對？提醒什麼？提醒我，原來我時候到了。是時候到了，要生第二個。那個也還沒有到時候，到了嗎？到了，可以了。通行證發出來了。通行證哪裡的通行證？Nice。哇，这是一條我還未走過的道路，那條充滿了危險，充滿了愛與和平。我覺得不是這樣子。Yes。等下再一組就好了。OK。只剩一組。不過這次像我剛剛講的，腸胃炎真的是，因為其實到後期，後面這幾年，因為我真的在前面幾年比較容易受傷啊。後面這幾年，因為你大概掌握了一些訓練的重要原則，加上你在對的時間做一些調整，你不會盲目的像以前像剛剛講尬。對啊。上次做的這個重量，我這次又是要再加一點。對啊。再加，很容易就會在這個時候累積過度的疲勞。對。關節疲勞。對。神經疲勞，內分泌疲勞，免疫力疲勞。所以我覺得我這一次，像我剛剛講的，我上一個課表已經跑了11周。對。我大概自己是12周到16周不等換一次課表。這是到11周的時候，我老實講，我也不覺得我吃壞了什麼東西。對。沒有一個東西讓我覺得它不新鮮，因為我跟小 H 都一起吃。對。但我覺得真正讓我腸胃炎爆掉的原因，也可能是在我已經在課表後期，這個時候已經累積了一定的疲勞啊，免疫力下降，身體比較脆弱，所以這個時候稍微可能有一點髒東西。你如果是身體狀況好的時候沒事，對啊，但是相對疲勞的時候，你就比較容易出狀況。對，像我以前三角軟骨也是一樣，
那個時候受傷是只是做個側飛鳥而已，就超痛，不是大重量推，也不是說奇怪角度的拉，而是側飛鳥而已，也爆掉。那個時候也休了3個月到半年。那最主要，我不會覺得是那個動作害了我，而是我那一陣子。他一直處於一個有壓力的狀態，沒有發現。那個時候就是被迫休息。對，我那個三角軟骨，那時候也有這個狀況，然後我就是一直推，我想說沒受傷，一直推。後來發現的時候，看我去照那個 X 光，他說那個骨頭已經裂開了，還有碎片在那邊，但我都沒有事。我想說啊，裂開了，斷掉。他裂骨，我都還在裂。我覺得你壞掉的是痛覺神經，已經裂了，竟然沒有痛感。那個超好笑，這X 光那個照出來說，哇。我這麼屌哦！痛覺神經有問題，壞掉。對，要變強，先把痛覺神經給挑斷。不過痛苦，有些痛苦指數跟痛覺那種感測的那種強度會有接近。就你越能耐痛的人，我覺得你在訓練上越能吃苦，這會有一定程度的相仿。第一個 S 跟 M 之類的哦。那這樣子 M 可能都可以練很重。對，我們都是 M 嗎？超 M， 你很 M， 會打我。不是，來你上去，我來。这是什麼奇怪的 play？ 來最後一支。所以經過這次亂拉之後，剛好索性的就進入減量週。所以今天我覺得我們現在訓練，像目前看起來都是重品質的。當然一樣是練到接近力竭。我自己練的話，現在會保留次數更多一點，就是讓真的這1-2週減量，然後更注重品質，然後好好慢慢的做。對，但這樣做起來我覺得還蠻舒服的。今天讓它有一點接近力竭也不錯。Yep， 最後一組，哦哇！哎，舒服。下一個是你的 turn 了，他說回家休息了。腸胃訓練，既然你會腸胃炎，就是腸胃訓練不夠，吃不夠，我帶你去印度，吃不夠髒，是嗎？那你可能去印度住1年，回來你絕對不會腸胃炎。那應該是第1天去就要高強度訓練一下，然後可能先拉個幾天，不止幾天，做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動作，我們也常做，但是做一點點調整。好，等下我們做的是啞鈴單臂划船，但是我們是直接站着躯體做。OK， 但一般我們在做的時候，我們会是拉的那一只手的同側腳通常会在後側，对，算是上做弓箭步。对，或是有些人想要做不一樣的角度，会是做這個更接近整個平行地面的這種角度划船。那這樣子做沒有壞處，對，它一樣可以練到闊背肌，對。但是我們今天做的是相反，對，讓我們的同側腳是在前側 ，OK。所以等下我們拉的時候是右手拉，但是右腳在前側 ，OK。這樣做的好處是，我自己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當你在拉一個足夠大的重量的時候，因為你的重量是在對側的，所以你的核心參與會很重，很容易扭轉。對，很容易扭轉。所以很多時候你在做完這個動作的時候，核心很酸，哦，腹外斜很酸。對，尤其是腹外斜下側，因為你必須要穩定它。對，甚至是有時候是你是不自覺的代償，沒錯，帶一點旋轉，所以你除了你闊背肌在收縮之外，你的軀幹也跟着在收縮。所以等一下做的時候，換腳做的時候，你的骨盆相對容易穩定在那裡。你不用做太多的穩定肌群，對，因為它就是同側，然後往後帶。我只要拉起來，我只要做好收縮就好了，动程行程做好。而且還有一個好處是，等會在做這個角度的時候，你很容易帶到身體內側。沒錯，這樣划船。等一下做這個動作，你必須要劃過你的右前腳，往後往外帶。所以等下感受度會比較偏闊背肌的下緣跟外側。OK。這個角度再做，往後帶，往後拉。那我自己是只要第一組暖身完就直接正式組。OK。但今天因為你剛剛前面那樣，然後加上這個動作，直接要抓個重量，沒有，我們就一樣先不要那麼重，對，然後抓一下感覺，輕鬆暖身。可以的話再加上去，我覺得也一樣做8下，好，除了重量就好了，沒問題。好，我先抓一下，先來個40看看。好，拿7的熱身，他拿40。沒有，我告訴你，我真的要抓一下，因為我其實現在這個課表也才剛開始跑，所以等下如果40我做起來不滿8下，我覺得太重，我一樣降。好，先做。不是啊，他40做完不到8下，就強度就已經夠了。來咯，感受一下。等一下就直接扶着啞鈴做。等
等下先做左手，所以我的右腳会往後踏，讓我的重心都在左側，左腳往後帶。Yep。3、5、4、5、6、7、8。OK， 1，別。有哦，5、6、7、8。OK， 可以啊，大概保留次数2，還不錯 ，Nice。对，重心給左腳，耶。4、5、6 ，Nice。7，手臂往後，往外帶，8，很好。9、10，舒服。哇，明顯太輕，明顯太輕。來哦。Nice。more。耶。哇，舒服。等下我覺得你的前腳可以再往後站一點。好。你可能你的那個穩定會輕鬆一點。舒服啊。舒服。40，你剛剛做12，算是也還沒力竭。對。有，我把它抓，要力竭。要力竭了。對，所以我應該50差不多。50差不多，那我們就直接50，大概就直接抓8下力竭。那我們這個就抓個3組。可以。然後你說你等一下的正式組會是也是2到3組，那我們等於剛剛那個算暖身了，再3組。再3組。哦，再2組。再2組。我累了。沒有啊，可以。像我會階段性分，就是因為如果我今天是跑大重量，對，比較偏力量型、神經型的訓練，休息就會長，對，組數會少。但是如果我是跑容量型的，对，我代謝壓力要高，对，次數高，這個時候我休息會稍微比神經型的再短一點，但是組數會多，所以那個時候我累積的量會更大。所以我是把它拆成不同階段，我要做的事情不同，所以你就不會有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的概念啊。可是會有另一個問題是，你跑完力量之後，你力量會成長。對，你去肌肥大之後又掉回來，會掉回来。可是沒有關係，因為我們重點，我们不是比健力，我們要的只是它往上的這個趨勢。對，我們不斷的一直複製貼上，一直在取得那個進步。而且相對來講，除了訓練表現是持續向上之外，對，心理我覺得很重要啊。你幾乎不會覺得你在撞牆啊，你在末期你會有點撞，不是末期，在尾段你會有點撞牆的感覺，但不會撞太久，因為你知道你要開始縱向不行走了，我們橫向換位，換另一條路繼續衝。我心理比較好，比較這個就是一個強度，比如說我拿到這個比較重的重量，然後我會適應很久，對，會花2、3個月時間一直維持在這個重量，一直適應它，到把它做得很習慣、很穩定，更多下到整個品質很好的時候，然後對你來說做它是很輕而易舉的時候，我才會再增加一點點重量啊。所以我是這樣子，就是一點點往上就好了。是，確實，對，其實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你根本不用管什麼動作跟什麼次數，重點是你要在這個次數，或是說這個區間你的次數一樣重量，次數就是慢慢往上。沒錯，一樣次數，那就是重量慢慢往上。對，好，繼續咯。5、6、7、8。對，小技巧，左腳踩完有沒有？怕那個距離不一樣，右腳先直接在他旁邊，左腳在就後面。5、6、7，nice，來
啊摸 ，Go， 好 ，Nice， 舒服。而且這個動作還有一個好處，因為你是同側腳在前，所以你在離心放到底的時候，其實你的軀幹是相對容易往對側旋轉的。所以你除了放掉你的肩關節，放掉你的肩胛骨，你整個人可以讓闊背肌拉到最長。再重新拉起來的時候，你的頂峰又會特別明顯。因為如果你是做對側腳，頂峰做完，你還會做旋轉，但這一側你沒有辦法做太多旋轉的時候，到底了，你會很明顯感覺到你的闊背肌已經完全收縮。Nice。Yeah。啊。对。你現在是100幾？107。要減10公斤？沒有，我現在還在往上。哦，還在往上，所以你到時候需要減是10幾公斤。對，至少要減個，我覺得至少要減15。所以你可能要到110幾，目標是到110幾。我目標是到至少到111。111，至少111。對。之前有到過111嗎？有，之前就到。但相对來說很胖。哦，質量不一樣。對，與去年同時期差不多的話，這個臉不是長這樣，身體大概也不是這樣。我上次也是分享，因為我最近這2年的增肌也發現，因為我們自己理解會是我們看臉，因為你囤積脂肪，臉也會嘛。对，所以我們會覺得體重上去了，但臉的狀態沒有變胖太多，就會覺得其實增肌應該還不錯，因為體脂沒有上去太多。對。就小H跟我說，會不會是那個老了，膠原蛋白流失啊，本來就會越來越瘦跟乾。我就說，完蛋了，有可能的，有這個可能哦。左一左，nice， 脚对齐，按哑鈴，小心乳溝不要夾到麥克風。6、7、8。沒事。我的最後一組，喂，最後一組自己加嘛。沒有，我發現剛才可以做到10下。那我幫你放回去。Yeah。Nice。好。看起來是要70啊。不行，能夠好好控制就是對這個重量而已。有時候不是盲目的衝量，沒錯，要維持有這樣的品質，再去加量才會有意義，而且力線才會是準的。有時候你是靠其他力量去帶的話，力線偏移你不會發現。適當的重量，你讓你的軌跡在對的地方，才能用你想用的肌肉去帶。如果你的動作設定不正確，你又想用其他肌肉去帶，其實這件事情是很難的，所以我們應該要在動作中就做好，這個時候它很自然的就可以往我們要的力線走。Nice， 3啊，下面一位回家。今天就1人帶個動作，對，精簡式訓練，減量週，直接課表原本走一半就好。殺他出其不意。他會覺得要開始了，我要開始了，要睡覺了。然後這一次下完之後，他下次就以為你只要練2個動作而已。對，但是我們下次練8個動作，他就會。那你每次訓練之前都是抽籤，那你100組，我嚇到了。
到後面這其實也是多數人會犯的問題，每次都練不一樣的。對，他其實早就知道你每次都要練不一樣的，因為他根本沒有適應過。其實進步的過程就是在適應的過程，你沒有讓他有適應的機會，他就完全沒有辦法漸進式超負荷。对啊，所以每次課表為什麼都要跑一個週期，然後在這個週期去讓他運動表現慢慢上升，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適應新的強度。對，因為你至少要有一個時間讓他去適應，然後去做得更好。沒錯，对啊，要練習。很多人剛開始練就覺得，我怎麼這邊酸，或是那邊怎樣？你才跑個1-2次訓練，其實很多時候你的那個神經連結跟你的動作熟悉度跟技巧，它都需要反覆的一直重複才會。因為像以前我就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那到現在啊，我個人就是覺得我要完全的練好它、熟悉它，很困難。是優化它到最極致，我覺得這個是也很困難，要花時間。對，所以我基本上到下一次比賽完之前，完一整年我不會換課表，拉更長。我幾乎都會練一模一樣東西。我只會觀察說，我現在訓練的品質有沒有更好，我次數可不可以一樣重量情況下，我有沒有適應了，然後次數可不可以慢慢的做得更好了，是，然後可能一整年可能才增加一點重量，或甚至沒增加，大概就是这種概念。是，因為我們通常是漸進式慢慢上去嘛，最後會遇到一個平台期。對，而在那個平台期，你怎麼樣可以做到更多，讓它再突破這個平台？沒錯。這個我覺得要像是我們這種練10幾年的，我們很好掌握自己的身體。對。但有些人，像我也是常常在跟新手要練1-2年的，到那個平台期，有時候會真的不小心撞太久。對。你撞太久，真的就是關節在疲勞，對，神經在疲勞。沒錯。你就很容易受傷。對。所以還是所有的課程目標跟你的計劃，看你的階段，看你的目標是什麼。對，規劃是很重要的。奧賽目標是職業選手訓練、健美式訓練，做法就會跟我今天只是想來流流汗，目標不同，完全不一樣。對，所以先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再去制定你要的課表才是重點。下一個一樣在這嗎？沒有，我們要換地方了。好，高拉的動作。好，對，柔弱會比較像我們剛剛那個動作，對不對？對，所以今天你是直接高拉，另外一個角度。好，對，因為我們要不一樣的角度去刺激嘛。沒錯，我覺得我們很棒。他今天都是從高往下拉，我剛剛是從前往後拉，因為練背最主要就是垂直水平嘛。剛我是水平，他兩個是一個習慣，他喜歡前後，我喜歡上下。你喜歡人家上下，我喜歡我自己前後。所以也預告了，我下一個動作要水平拉，這樣才平衡啊。所以啊，熱身一下。加多少？好，先各2片。各2片。2個垂直拉都是偏載具的，剛剛是反手，這個是全心對握，但是肩關節角度來看都是比較窄的。熱狗剛剛講，還是針對我們的闊背肌下緣多一點，所以通常載具它的力線走向會更靠近我們的闊背肌，靠近脊柱的中下段一點，寬握一點，力線比較容易往外側走。所以這個是先不做到力竭嗎？還是直接力竭？直接力竭了。力竭，不演了。Nice。哦，12個，所以直接不暖了，再暖就沒時間了。太累了，太累了。对啊。3、9、10 ，nice。Come on。11、12、13、14、15，OK， 舒服。耶，加多少？1片。終於可以正常吃飯。我也，當你有食慾，你也可以吃，因為我熱量缺口很大嘛。我那一陣子拉太多掉了，水分跟熱量都掉太多了，所以我知道我要吃回來。我想吃，我也知道這段時間我可以多吃，熱量盈餘多少，我也許都能接受。對。但消化系統跟不上，對啊，因為它還在發炎。对啊，所以你還是得慢慢來。對，所以那幾天很痛苦，你就知道我要吃回來，但是你稍微吃多一點，就脹氣。对啊。所以現在到昨天
才真正是完全正常飲食，然後量慢慢回來。所以這2天體重有回來多一點。身體就是像我們這樣一個生病啊，或一個怎麼樣，常常都要調很久。对，肠胃炎算快了，你看1周內搞定。如果像剛剛講3角軟骨那種，沒有半年你沒有辦法痊癒。對啊，有時候久一點，中間又再2次傷害，還拖到1年，硬着頭皮只能繼續上了。綁那個綁護腕，很可怕。盡量不要。身體是很珍貴的，不要被迫休息，要自主性安排休息。感覺有點不對勁，或是你已經跑了這個東西撞牆一陣子，要去看一下你身體的感覺。以前真的是覺得，那邊有點痛，但還好，還可以推，再推，這邊怪怪的，好，沒關係，應該還可以。但有時候運氣好，真的沒事，它會修復。運氣不好，一次就會讓你修很久。血管要爆炸了，血管要爆炸啊！你下次那個护理師要抽血，你就這樣子給他抽這邊，很可怕血管走到後面，Go， Go， 别，女生。Come on! Yes. 哇，还一組，等於再一組，然後我再下一個動作就結束了，很爽的，感覺可以起飛了，飛起來，闊背起。你有想這個做完之後呢？有，我想好了。就直接做繩索。我不是要問這個啦，我是說這個課程做完之後。課程做完之後，你說要做什麼大事嗎？還是下一類的規劃？沒有，我覺得我做的事情相對容易，像我們都是一樣，我們就是一直在想辦法讓自己可以更好，然後繼續的追求我們在追尋的道路。它對我來講就是個無限賽局。對啊，我沒有設限時間，我用一輩子來追。那這個目的。這個終點什麼時候到達，我無所謂，因為我愛這件事情，所以不會中斷。我只會在中間一直去尋求怎麼樣可以讓我更好。而這件事情，它其實是有可能隨着時間在改變。對，就像我們的認知跟5年前、跟3年前一直在改變。對，那現階段我統整了我過去覺得有用的東西，整理好了，現在分享給大家。那未來我一樣會在追有沒有相對有效率跟更容易融入生活的事情。对，所以我一直追尋的是這個，因為我知道這件事要走一輩子，所以我的方式就是讓這件事情的門檻越低越好，花的時間越少越好，但不是說越低越少就不會進步，而是用最少的時間跟聰明的頭腦去安排計劃，讓這件事情相對容易，相對不用堅持，對，不用那麼多負擔。像我們以前我們都講，上次我拍也講，對，以前不苦我們就不練，對，現在是怎麼樣可以不苦但一樣有效，對，這個是我覺得很多人會有點對於重訓或是高強度訓練的一個誤解，對，他會有點累，會有點辛苦，但不至於到你會想放棄，你每天都為了這件事情想放棄，想每天都在堅持一下，我覺得那個道路就會走得相對辛苦，當然了，對啊，所以做的事情一樣，那但是我會中間追尋一些不一樣的項目，像我現在三鐵。但我必須要講，三鐵比完，是我的第一場，也很有可能是我最後一場，因為我們的心還是在健美上的。但好玩啦，我覺得很棒，有不同的體驗。對啊。好。耶。1。摸。耶！7，come on！ 8，9，10，come on！ 9，come on！ 3。OK， nice， 耶，舒服。下面一位，下一個，
熱狗帶了2個垂直，我就帶2個水平。剛剛都是比較多針對闊背肌，而且都是靠近脊柱中下段的訓練。沒錯。我們最後來做一個加強，中斜方一點。所以等一下我們做水平的划船，但重點就不完全是闊背而已。對，我們會用中握，握距稍微寬一點，拉到底的時候，肩胛骨多一點點的後夾，讓我們的中斜方也參與收縮。如果是闊背的話，你肩胛骨可以不用動，這樣子闊背你就收緊了。沒錯。但我們等一下在做的時候，我們可以帶一點點後夾，夾到後面，讓我們中斜方參與多一點。對，那這也是選擇寬握的原因，因為寬握我們肩胛骨更好後夾。但不要太寬，太寬它的力線往上走，會有更多的後三角。這個重量我覺得就可以了。啊，真的嗎？我們一樣抓，那就肌肥大次數。好，抓個10下。OK， 10下力竭。好重！对，舒服，舒舒服服的後夾，所以它就不單純靠闊背，尤其在尾段的時候，肩胛骨會有更多往你脊柱中心帶動的角度。後夾，nice， 你好像已經被你的中斜方擋住了，肉太厚夾不進來 ，nice， 可以，很好。Come on. Nice. Yeah. 呼呼。漂亮。我自己啦，盡量在雖然說某個階段的階段性目標不同，但是因為闊背肌在整個背部。它相較於其他肌群，特別3D。對，它的肌肉走向，從你的脊柱，然後一直到你肩胛骨，然後一直到你整個肋骨，整個包下來到我們的髖關節，整個包下來，所以它不單純只能靠一個角度，沒錯，訓練。所以前面往後拉，從上往下拉，甚至中間這些，對，整個半圓形的角度，全部都可以，你都應該去安排在你的課表內。現在是要這樣子，哎，其實差不多啊，對啊，從這時候抽斜了這樣。頸後拉啊，有沒有？從後拉，有，我都有看過人家這樣拉。對，頸後拉。這是從後面哦，好像在 breaking 一樣。很多人就問，那麼多動作，我怎麼排？我一個動作一次訓練就是4、5個動作。對啊，所以你才要分階段。對啊，你不可能，你去健身房，你哪一台器材每個角都全部做，不可能。那你不可能進步了。對，週期化訓練就顯得重要。不同時候設定不同目標，專注那個目標就好了。另一個目標放在下一次，所以訓練的動作從來不是2選1。像我們今天做這個，一定會有人問說，那這個跟那個哪一個好？對，那個跟這個哪個好？對，都好，能達到你的目標，對啊就好。7、8、9、10、11、12。最後肩胛夾不進來吧？補2個闊背，就變成超級組了，沒有啦，沒有辦法完整動作了。但我們一樣不放過它，再多一點，超越你原本的目標次數，這樣子可以累積更多的代謝壓力跟張力時間。但是疲勞累積也會增加，所以我才會一直強調，你已經是進階訓練者了。有時候再追的就不只是強度跟量，而是休息，尤其是在高強度訓練後，安排恢復、飲食、睡眠、休息都是很重要的。有一隻，nice，come on。好球啊！我們是一組，對，是一組。我覺得教練會給我16周去減，4個月去減，那差不多4月多就開始減。對，
等於快了，對，快開始減了，對。那你還要衝到111，等於你這陣子要熱量要衝上去一點。對啊，我預計是大概頂在110、111差不多。差不多。不知道，看相對於去年來說，比之前增肌來說，又再更好一點，成功很多了，質量很好了，質量變好很多。我覺得最大改变是以前會覺得說不想掉體重，所以我訓練日、休息日，我安排熱量都是一樣的。是，那就是我不一樣的安排是，我休息日我真的就去安排減量，我的热量就沒吃那麼高。當然你體重會掉下來一點，而且你現在休息日變多哎。對，所以這個循環情況下，其實我身體並不會覺得體重掉下來是一件壞事或幹嘛。因為我還是很穩定的，慢慢的成長，趨勢在成長。對，那這個情況下，其實我才是真正的質量好，我不是真的變胖，不是為了追那個體重。體重，沒錯，我要是真的長出那一點肌肉，7、8、9、10。刚刚你在做的時候，後面有一隻鵝在飛。真假的？我想說叫它停在這裡，讓你去夾，這樣會爆炸。夾，想象你的中斜方2個肩胛骨中間有一隻鵝停在那裡。夾 ，nice。Yep。啊！結束完了，結束了，舒服。你現在排，你練2休1，那你頻率肌群怎麼排？我目前是胸、背、休息、肩腿休，沒有胸、背，然後休息1天，腿、肩膀休息1天，然後背、胸，然後休息，我就這樣。剛剛那樣子是一個完整循環嗎？所以腿跟肩的比例比較少。對，我應該是推我的胸肩腿各1天，胸肩腿，所以是3天嘛。可是我的背會有2天，一個循環裡面。哦，因為你剛剛最後回來是背，對，然後在下一次的胸是回來原本的胸，對 ，OK。因為第一次背跟第二次背的課表是不一樣的。好，等於你中間會有1天是背胸背，對，這樣等於是1周可以休到3天。對，對，這樣真的不錯。就是我們現在真的要想的，真的不是練多。而是在對的時間，在這個量裡面，你如何讓自己最有效率的練到累，讓它力竭，而不是做一堆沒有用和過多的組數無效訓練。對，無效訓練，越到後面你越應該要讓自己進入這種狀態。對啊，無效訓練真的要定義一下，因為不是練多越好，因為如果是練越多越好，我想我們2個都在健身房1天就會待個6、7個小時。對，你看大家只住在健身房了。對，就是無效訓練，就是你雖然可以做，你可以一直做。如果現在給我們補給，我們再練3、4個小時，那個訓練量堆疊起來是很驚人的。對啊。但是那樣子的訓練量有沒有辦法讓你的肌肉成長，又是另外一回事。沒錯。甚至有時候它累積的只是關節壓力，還有我剛剛講的內分泌壓力、免疫系統壓力、全身性的系統性疲勞壓力。沒錯。對，所以定量，其實我們大概抓到後面一次高強度的訓練，有效果的訓練，真的大概1個小時內就很夠了。對。就很夠了。對，那要做的更難的就是怎麼樣在1個小時內達到進步的閾值，突破了那個門檻，讓身體接收到要變強的訊號。品質啊，品質。OK， 今天的我們的訓練分享就這樣結束了。因為今天主要訓練了背部嘛，然後我們做了2個垂直的，然後2個水平的動作。基本上你會看到我們，我們分享的動作越來越簡單了，是，越來越精簡化了。對，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這樣。因為太多人在糾結什麼動作效果最好，你會發現我們練到後面練的動作不外乎是那些，我們討論的東西都是在什麼階段要做什麼事，沒錯，而是你的強度該在哪裡，對，你該什麼時候休息，所以它不是一個動作的事情，它是一個計劃的事情。對，它不能是哪個動作比較好或者怎麼樣，其實每個動作都有它的意義的存在，那你要怎麼去挑選嘛？要針對你現在的目標，像我們剛剛很明確就知道，我們剛剛都講出來，我們前面是要闊背肌下緣，沒錯。那在什麼時候我們要最後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帶一點我們中間要的中斜方向。沒錯，你就要針對自己的需求去安排你的訓練動作。沒錯，對啊，就不需要去做很多就是無效的動作或者是組數嘛。對啊，就是覺得我們現在卡卡的吧？知道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還要有一個置入啊。對，要沒錯，對，講這麼多呢，就是因為我
有把我這10幾年的一些心法，不管是健身或飲食的一些觀念，我就把它統整下來。就我們剛剛提到的，有什麼動作，有什麼觀念是可以在一開始就避開的，我覺得我們就不用去踏入那一條路去走，去繞遠路。這個我自己有比較大的體悟啊，因為我們也是訓練資歷10幾年了，对，所以在各個時期都對一個東西的理解會不一樣。是，到現在理解你已經10幾年，換真，你會覺得說這個才是真的實際上最有用的、最有效的，雖然它可能最單調、最無聊。對，但是你會覺得把這個東西傳遞出來的情況下，大家對這個東西有認知的情況下，大家都可以在一個比較快接收到正確的概念，或者比較快理解這些東西之後，真正的開始進步。是，因為你去國外，我最想看到就是硬體設備，其實台灣很好，其實台灣很好，但是他們都沒有很好的硬體設備，為什麼他們可以進步那麼快？是因為他們的对於這些東西的分享，然後對這些訓練東西的理解觀念，他們是很到位的。因為為什麼？因為他們有太多人去做這樣的分享了。是。对，所以大家可能剛開始訓練的時候，他就接觸到這些很正確的訊息，對，所以他就心裡就覺得，我就是要這樣做，我就是幹嘛，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一個起跑點就是很前面，然後就開始進步了。對，那我們相對來說堆疊也會比較慢，因為我們在做這樣是累積分享的人比較少。对，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這樣是比較可惜的。或是我們像我們之前的 YouTube 分享，我們都更比較片面，我們就是分享這個課表，或是我們現在在做的訓練。而沒有是講一個整個計劃，沒錯。所以我想做的是，因為我們接收到，你也常常收到私訊，很多人還是會問很多，對我們來講已經是可以不用問的健身問題。沒錯。那我們只是把這些，因為其實你體態要變好，就是增肌跟減脂。對。它其實沒有那麼複雜。對。那怎麼樣去好好的實踐這件事情？然後大家又一直丟問題過來，我用什麼方法可以一次讓大家理解？對。沒錯。它其實不難，但是大家有時候會，因為現在流行什麼，对，或是那個理解的方向有點錯誤，所以要花一點時間去做理清。沒錯，對，今天很開心，熱狗王來到我的頻道，所以是我要賣這堂課程。OK， 今天的分享訓練就到這邊了。對啊，未來也會陸陸續續的去認識很多不一樣選手，分享大家的訓練知識，是給大家。對啊，那如果你對一些訓練課表、訓練的這些知識有很大的求知欲的話，歡迎可以去找大家去。就是購買他的線上課程，或者在下方留言提出你的問題。沒錯，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這個我們已經10幾年前就沒有在用，還是要講一下吧，有禮貌性的講一下。好了，拜拜啊，拜拜，再見，拜拜。